我被亲生女儿做成了人质，关在地牢。照顾我的是曾经被我亲手折磨瞎眼毁容的丫鬟云心，可我竟然看到她锁骨上有个和我女儿一样的月牙胎记，我愣住了。我的女儿不是已经成皇后了吗？身后，我的皇后女儿款款走来，语气讥诮地看着我。临死前才认出你的亲女儿，真是蠢。再睁眼，我回到了那个冒牌货吉吉的前10天，我命人将满案珠翠尽数烧掉。嬷嬷慌了，小姐的吉吉礼不办了。办，给我的亲生女儿办。我把虎符交给女儿的第2天，她跟我说，我要坐上皇后的位置，手上就不能有软肋。于是我被亲生女儿做成人质，养在一个窄口瓷盆里。娘，你疼我一场，我不会让你白死的。可我快死那天，她都没来看我，来照顾我的是个瞎眼毁容的丫鬟，叫云心。3年前是我亲手下的令，挖她的眼，剁她的指，毁了她的脸。云心跪在盆边，替女儿给我擦身子，动作很轻，像我小时候给女儿擦脸那样轻。可我却突然看见她锁骨上有个和我女儿一模一样的月牙胎记，我愣住了。我的女儿不是刚被封为皇后吗？这时，我的皇后女儿满身珠翠走进来，低头看我，笑了。她告诉我，眼前这个被你毁了容的云心才是你的女儿。我顶着你女儿的名嫁入东宫，踩着你亲手铺的路，一步一步爬上后位，而你到死都没认出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弯起唇角，笑容比我记忆里任何一个瞬间都温柔。好蠢啊娘！她掐着我的脖子，笑得极其畅快。我没有了舌头，嘴里只能发出呵呵的吃痛声，眼前一点点地暗了下去。再睁眼，我回到了沈清隐及笄的10天前，春光大盛，满院海棠。我靠坐在临窗的暖榻上，心口还残留着被掐死的窒息感。夫人，外头管事娘子们都候着，说小姐及笄里要挑的东西都备齐了，单等您过目下去置办呢。丫鬟福灵站在身边，笑着提醒我。外头10几个婆子丫鬟站成一排，手里端着托盘，赤金头面，云锦绣缎，罗钿装匣，准备得极为丰厚。我收回视线，冷下了脸，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夫人，小姐的及笄礼不办了。办，给我女儿办。福林按照我的吩咐，把沈清隐挑好的东西都烧了，赤金头面融成水珠子，顺着炭缝往下淌，那匹正红锦绣卷进去，一眨眼就卷了边，烧得焦黑。上一世，沈清隐刚办完及笄礼，赐婚太子妃的圣旨第2天就传进了府。也是那一年，沈清隐说他看见云心私通外男，让我处置云心。我信了，我命人挖了云心的眼，毁了她的脸，亲自断送了我女儿的一辈子。看着那堆火，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世我要把我女儿被偷走的人生一点点讨回来。娘！门帘子一掀，沈清隐闯进来，她快步走到火盆边，低头一看，脸刷得白了。你为什么烧我选的东西？我压下胸腔中的怒火，这些东西太招摇，及笄礼吗？随便办办就行。随便办办？及笄是我一辈子的事，满京城贵女及笄什么排场，你给我随便办办。沈清隐见我无动于衷，也不回答，她上前一步，眼泪说来就来。这半年我费了多少心思，铜面图样改了3、4遍，缎子字是云锦阁留的最后一批。你说烧就烧，你问过我一句吗？你根本不在乎我。我没说话。我父君5年前战死沙场，先帝追封镇国大将军。这些年，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我把她教得很好。外头人提起沈家小姐，没有不夸的。可丈夫死后没多久，她就变了，说话带刺，动不动发脾气。我以为是夫君的死刺激到了她，即便她对我大呼小叫，我也不曾责怪她分毫。娘，我问你话呢，这些都是及笄礼要用的，你全烧了，到时候我穿什么戴什么？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宾客面前丢人？你到底是不是我娘？我抬眸看向眼前的沈清隐，她和我女儿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可年岁太小，眼底的算计和怨毒根本藏不住。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一巴掌扇在她脸上，一声脆响，满屋的人都愣住了。沈清隐捂着脸，整个人定在那里，眼里是难以置信。我收回手，语气冷了下来。我教你的规矩，就是跟娘顶嘴。沈清隐捂着脸，眼眶里泪打转，半天没出声。15年了，我从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你敢打我？她眼里多了一丝怒意。我没答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对着她另一边脸抬手又是一巴掌。这回我用足了力道，沈清隐被我打得跌在地上，发髻散了半边，珠花也咕噜噜滚一地。屋内静默一片，丫鬟都低下了头。沈清隐伏在地上，捂着脸，半天爬不起来。我低头看着她，语气平静，目无尊卑，你该学学规矩了。沈清隐慢慢起身，左右脸颊各一个巴掌印，嘴角还渗了丝血。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但这次她学乖了。再看向我时，收敛了眼里怒气，换成了一副委屈的模样。娘，
我生气了，我不会原谅你的。他擦掉泪水，踉跄着跑出门。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福林愣在原地，看看门口，又看看我，不知道该追还是该留。他压低声音：“夫人，不去哄哄小姐，这回怕是真恼了。随他去。我要哄的人，可不是这个冒牌货。我要哄的人，可不是这个冒牌货。云心呢？”福林一愣：“云心还在后院浆洗房，带我过去。”我立刻站起身往外走。云心，也就是如今的沈清影，是我女儿8岁时捡回来的孤女。女儿看沈清影可怜，恳求着我将她留下来。可我没想到，沈清影竟会在我眼皮子底下和我女儿替换了身份。她李代桃僵成了我的女儿，而我的女儿则变成了最卑贱的奴婢云心。我跟着福林来到了后院，院子当间2只大木盆，衣裳堆成小山。我往里走了2步，没看见人，听见了不小的动静，从矮墙拐角那边传来，是棍子落在皮肉上的闷响，一下2下的抽着。有妇人骂骂咧咧：“就知道偷懒！这堆衣裳今早吩咐下来的，你搓了几件？手断了还是死了？叫你装哑巴，叫你躲！”我连忙绕过墙角，云心蜷在地上，背抵着墙根，一个粗壮嬷嬷站在她跟前，手里握着跟洗衣裳用的木杵，扬起来还要往下砸。我连忙上前一步，我扶起云心，她整个人轻得像一把干柴，胳膊隔着衣服握在手里，细得个人。她被我这么一拽，身子猛地缩了一下，像受惊的雀。我没松手，转头看向那婆子：“夫人，这丫头懒得很，老奴也是按规矩教导。”拖下去。我打断她，婆子一愣，还没说话，我又道：“直接打死。”婆子脸色刷白，膝盖一软跪下去，张着嘴想求饶。我已经招手让人进来，2个小厮架起她就往外拖，她这才好起来，一声声夫人饶命，喊得撕心裂肺。我没回头，扶着云心站起身：“你怎么样？”云心才站起身，膝盖又一弯，对着我直直跪了下去。那一下跪得时，膝盖磕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她低着头，声音惶恐：“夫人饶命，天太冷了，我不是故意要偷懒的。”她趴伏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青砖。我望着她那个姿势，心里一阵绞痛，忍下眼眶中的泪水，对身边的福林吩咐：“带她去换身干净衣裳。”福林应了，带着云心往里屋去，我也跟了上去。里屋的门半掩着，云心站在屏风后头，侧对着我，我才看到她颊边有一道浅疤，占据了半张脸。上一世我女儿将云心捡回府时，她便伤了脸，这也是沈清影能神不知鬼不觉替换我女儿身份的原因。顶着那么大的伤疤，我根本看不出云心就是我的女儿。想到这，心中再次浮上一抹刺痛。屏风后，云心已经换好了衣服，她转过身来时，露出颈前的肌肤，锁骨下方的月牙胎记极为显眼。云心果然就是我的女儿。我攥紧手，指甲掐进掌心，我多想冲进去抱着她，喊她一声女儿，告诉她娘错了，娘对不起你，娘往后拿命疼你。可我不能，云心现在怕我怕成那个样子。我扶她一把，她便跪在地上喊夫人饶命。只要沈清影在，她就不敢认我。仅凭沈清影自己，绝对做不到能悄无声息地把她和云心替换，她背后一定还有别人。上一世她刚及笄便和太子一见钟情，风风光光嫁进东宫，很有可能她早就和太子勾连上了。我慢慢呼出一口气，不但不能认，我还要装得和从前一样，把沈清影当小姐供着，把云心当丫鬟收下。只有稳住这层窗户纸，我才能暗地里查太子和沈清影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当年换孩子是谁帮的忙，这笔账我要一笔一笔算清楚。里屋门开了，福林扶着云心走出来，她换了一身干净袄裙，头发整齐地挽着，她垂着眼，2只手交叠在身前，并不敢看我。我上前一步，握住云心的手，云心身子僵了一下，手指蜷起来，却没抽回去。好孩子，你是小姐救回来的丫鬟，这些年你受苦了。云心没说话，眼眶却慢慢红了。我拍了拍她的手，笑道：“往后在我跟前伺候吧。”云心看着我，眼眶逐渐湿润，然后膝盖一弯，对着跪下去，重重磕了个头。谢夫人恩典。我低头看着她，在落泪的前一秒，快速别过眼去。可是我的女儿本该是被人磕头的那个。得知我把云心安排在跟前伺候，沈清影第2天就找来了。你下去吧。我吩咐云心下去，云心低头应了，捧着茶盘退出去。等云心身影消失，沈清影才走进来。娘，你为什么把这个贱婢带回来？她手脚不干净，我才把她罚去浆洗房的。我放下茶盏，看着她。云心以往伺候人不错，现在我要带回来，有问题？沈清影盯着我，眼眶突然又红了。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烧我的东西，打我，现在又把个贼丫鬟放身边，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我平静开口：我做事轮得到你指手画脚？沈清影脸色变了，眼泪滚下来，一掀帘子跑了。我望着那道门帘，
心慢慢沉了下去。沈清影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她太聪明了，能在我眼皮底下装我的女儿，还把我骗得团团转，靠的不是运气，她一定能察觉到我不对劲。我招手叫来福林，盯着小姐院里，她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一样一样记下来。福林低声应是。第二天傍晚，他来回话：夫人，小姐今儿去了后库，守库婆子说小姐翻了好些有锁的香笼，后库锁着的东西是我的嫁妆。不管她，她要翻就让她翻，我倒要看看她找什么。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沈清影就来了，身后跟着2个嬷嬷，中间压着云心。云心跪在地上，沈清影站在云心身侧，手里举着个镯子。娘，这镯子今早在云心屋里搜出来的，是你的吧？云心不说话，连句辩解都没有。我没接话。去后库看看，我那只翡翠镯子还在不在？是。福林应声去了。沈清影站在茶桌边，不时瞥我一眼。片刻，福林回来。夫人，后库香笼被人动过，镯子确实不见了。娘，这贱婢3年前就手脚不干净，你非要把她弄回来，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说的？娘，必须处死她，把她手脚剁了，眼也挖了，省得她往后见了什么东西都想要。云心现在在我跟前伺候，赏她个镯子又如何？娘，你今日赏一个贼，明日满府的人都学着偷，这家还怎么管？莫说是个丫鬟，就手脚不干净也要处罚。沈清影说这些话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一下。有道理。我点了点头，顺着他的话说，这镯子不是我的那只，是我赏给云心的普通镯子。我那只翡翠镯子既丢了，就得找。小姐方才说了，找到偷盗者，一律打断手脚，挖了眼睛，绝不姑息。娘，你这是……去搜，各屋都搜一遍，任何角落都不能失漏。福林领了命令，带着几个婆子快速去各房搜查。片刻，福林回来了。夫人，这镯子……福林打开锦匣，正是我丢的那只翡翠镯子。在哪儿找到的？福林低着头，在小姐屋里。不可能，我根本没拿过。沈清影的尖叫刺破了将军府的宁静，她面色惨白地挡在茶桌前。娘，你凭什么搜我屋子？凭什么说是我偷的？这贱婢陷害我！ 2个婆子被她吼得停了手，齐齐回头看向我。我端着茶盏，指尖摩挲着冰凉的瓷壁，心里没有半分波澜。的确是陷害。沈清影素来容不得云心在我跟前伺候，前几日还寻了由头将她打得遍体鳞伤。我不过是将计就计，让福林把那只羊脂玉镯放进了她的装匣，总算有了名正言顺处置她的由头。沈清影见我不说话，立刻软了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娘，我要东西从来都是直接拿的，你哪回说过不字？我若真想要那镯子，开口问你要就是了，犯得着偷吗？她哭得抽抽搭搭，肩膀一耸一耸的，还是那副理直气壮的委屈模样。从前我总心软，觉得她自小没了父亲，我这个做娘的该多疼她些，她要什么我都给。可直到上一世临死前，我才知道，这个我疼了15年的女儿，根本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放下茶盏，声音冷得像冰。我给你，那是赏，你不问自取，就是偷。娘，你怎么能说我是小偷？我可是你女儿啊！住口！我猛地站起身，跟长辈大呼小叫，指着下人鼻子骂贱婢，偷了东西被抓现行，还满口狡辩。我教出来的女儿就是这个混账样子。她被我吼得一缩，低着头不敢再吭声。我转向门口那几个婆子，语气更厉：小姐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也跟着不懂事。她冤枉下人私刑拷打，你们不但不拦着，还帮着递棍子。往后她再敢随意处罚下人，但凡有一个不拦着的，一律发卖。婆子们吓得伏在地上，齐声应是。我转头看向沈清影，一字一句道：从今日起，你待在院子里面思过，及洗礼之前，不许踏出院门一步。沈清影猛地抬头，眼里满是不敢置信。她大概从未想过，一向对她百依百顺的我会真的罚她，但她终究是怕了，低着头服了一礼，蔫蔫地退了下去。她刚走，我便喊来福林，去找个妥当的裁缝，给云心量尺寸，按小姐之礼准备及笄礼要用的东西。福林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想问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出去了。我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开得正盛的海棠花，指尖微微颤抖。这一次我要给我真正的女儿风光大办一场及笄礼。很快就到了及笄礼这天，我照旧给沈清影办了礼，该有的体面一样不少。她坐在镜前，任由丫鬟们替她穿戴礼衣，戴上头面，脸上还带着赌气的神情。娘，我可没原谅你，除非你把爹的虎符给我。这话他上一世也说过，那时我只当他长大了，该给些压得住场面的东西，笑着就答应了。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从始至终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我的疼爱，而是郑国大将军留下的那半枚虎符，以及虎符能调动的10万铁骑。我压下眼底的寒意，笑着握住他的手，等你及笄礼办完了，娘就给你。
你可是娘唯一的宝贝疙瘩，娘怎么会亏待你？沈清颖这才满意的转过身去。集机礼办的空前浩大，满京城的权贵几乎都来了。沈清颖行完机礼，正得意洋洋的接受众人的道贺。我走上高台，朗声道：今日，除了小女及笄，还有一桩喜事要宣布。我拍了拍手，几十个丫鬟婆子端着托盘鱼贯而入，宾客们顿时窃窃私语，都不知我要做什么。这时，云心被人搀扶着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新裁的烟霞色礼衣，头发梳成了未出阁女子的双环髻。我用最好的药膏替她养了许久，脸上那些被沈清颖打的旧疤已经淡了许多，依稀能看出她幼时的模样。她走到高台中央，缓缓跪下，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声音微微发颤：这是我故人之女，今日我将她收为养女，一并办及笄礼，赐名沈运珠。娘，你疯了！这就是个捡来的野种！满院宾客的目光瞬间都聚了过来，我冷冷地看着他：住口！我教你礼仪，就是让你当着满京城权贵的面指着人鼻子骂野种，苛待下人，目中无长，张口闭口污言秽语。我教了你15年，竟然教出你这么个没规矩的孽障！沈清颖脸色煞白，眼眶瞬间红了，她是真的怕了。怕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毁了她的名声，更怕她心心念念的太子妃之位泡汤。可我就是故意的。上一世，她踩着运珠的尸骨当上了太子妃，最后还联合太子害死了我。这一世，我绝不会让她如愿。果然，我这话一出，台下顿时议论纷纷。不出3日，全京城都会知道沈家小姐是个骄纵跋扈、苛待下人的性子。太子若是敢求赐婚，朝堂上的言官就能把她参到皇上跟前。沈清颖又气又急，眼泪哗哗的往下流。你是我娘吗？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作践我？他猛地转头看向运珠，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说着，他就疯了似的扑向运珠。我立刻喊人拦住他，两个婆子冲上前，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往后拖，他拼命挣扎，鞋子掉了一只，发髻也散了，像个泼妇一样大喊大叫，直到被拖出了院子，声音才渐渐远去。满店宾客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沈清颖15岁的及笄礼就这样成了全京城的笑柄。及笄礼散后，我去见了运珠，她听见动静，立刻站起身，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夫人，往后你是我女儿了，可以喊我娘。运珠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沉默了很久，还是只喊了一声夫人。我心里一阵酸涩，我知道她是怕沈清颖，那是刻在骨头里的恐惧。只要沈清颖还在将军府一天，她就不敢喊出那声娘。夫人，您去看看小姐吧，她一个人在院里，怕是不好受。我点了点头，起身往沈清颖的院子走去。还没进院门，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丫鬟婆子们急得大喊：小姐，您别想不开！我跨进院门，只见廊柱上悬着一根白绫，沈清颖踩在凳子上，正装模作样的要往脖子上套，嘴里嚷嚷着：我不活了！反正娘心里只有那个野种，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心里冷笑，面上却装作慌乱的样子。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小姐！婆子们一拥而上，把她从凳子上拉了下来。沈清颖坐在地上，披头散发，满脸是泪，脖子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红印。她缩在裙裳里，像只淋了雨的雀儿，眼里却藏不住算计的光。我压下心中的厌恶，说什么胡话？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不疼你疼谁？我只是觉得你这性子该磨一磨了，你急逼了，不是小孩子了。往后要嫁人当家，总不能还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哭就闹。沈清颖没说话，只是抽抽搭搭地看着我。我顿了顿，抛出了她最想要的诱饵：娘已经给你物色好了夫家，是太子。她的眼睛瞬间亮了，猛地抬起头：真的？自然是真的。东宫水深，你不吃点亏，不磨磨性子，怎么站得稳？过几日宫里办赏花宴，娘亲自带你去。等你大婚了，娘就把虎符给你。哪件好看？我指着那件水碧色的裙子：这件吧，水碧色清雅，宫里贵人多，大红大紫容易撞衫。这个颜色，旁人一眼就能瞧见你。她听了眉开眼笑，抱着裙子走了。她不知道，这身裙子薄如蝉翼，入水后更是通透，贴在身上什么都遮不住。赏花宴设在太液池边的水阁，我带着沈清颖到了没多久，太子就来了。他立在西窗边，身着玄色长服，身姿挺拔。沈清颖从进门起，目光就没离开过他。娘，我过去给太子请个安吧。我点了点头，对身边的丫鬟使了个眼色，你陪着小姐。沈清颖整了整裙摆，理了理鬓发，含羞带怯地朝着太子走去。太子似有所觉，侧过脸来。就在沈清颖扶碗里转身的瞬间，那丫鬟按照我的吩咐，偷偷抬脚绊了他一下。沈清颖惊呼一声，一个趔趄，扑通一声掉进了太液池里。他在水里拼命扑腾，双手乱抓，水灌进嘴里，呛得他话都说不出来。太子离得最近，二话不说，纵身跃入池中，游到他身边，搂住他的腰，将他抱上了岸。沈清颖瘫在青石板上，浑身湿透，那身水碧色的裙子紧紧贴在身上，玲珑的曲线一览无余。周围的宾客有的别过脸，有的用扇子遮住了脸，
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我立刻扑过去，一把抱住沈清影，哭得情真意切。清影，我的儿，你清清白白的身子就这么毁了，可怎么活呀？长师太监就引着我们去了偏殿歇息。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皇上耳朵里，没过多久，那太监就捧着皇陵卷轴来了。审视接旨，我拉着沈清影跪下，太监展开圣旨，朗声道：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审视女清影于赏花宴失足落水，为太子所救，名节既损，难聘高门，今赐入东宫，充凤仪之职，钦此凤仪。东宫侍妾罪莫一等，连个正经主子都算不上。沈清影跪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一动不动。我俯身叩首，臣父叩谢皇恩。直起身时，我瞥见他眼里的绝望，心里涌起一丝畅快。沈清影，你的太子妃梦碎了。沈清影入东宫那天是被一顶素轿从偏门抬进去的，没有仪仗，没有嫁妆，连正红的衣服都不能穿。2个月后，他第一次回府，天刚蒙蒙亮，他的轿子就停在了府门外。我见到他时吓了一跳，他瘦了整整1圈，下颌尖尖的，颧骨都凸了出来，眼底是浓重的青黑。一见到我，他就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娘，太子当晚根本没宠幸我，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走了。侧妃还日日刁难我，克扣我的吃穿用度。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他，心里却毫无波澜。他惯会颠倒黑白，在东宫过得差是真的，但他嘴里的话却没几分可信。等他哭累了，我端来安神汤喂他喝，他喝了几口，突然抬起头，眼神急切地问：娘，虎符还在你那儿吗？我心中一冷，果然他这次回来还是为了虎符。太子说虎符原是郑国大将军的旧物，理当归还朝廷。娘，你把虎符给我吧，太子说了，只要我拿回虎符，就封我做侧妃。我抽回手，语气平静。你现下刚入东宫，根基不稳，等你生了孩子，有了功劳，娘自然会把虎符给你。沈清影抿着嘴唇，没再说话，但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果然，他赖在府里不肯走，说要在家里住几日。我笑着答应了，心里却清楚他是在等机会脱虎符。当晚，我写了一封信，让心腹交给4皇子萧恒，告诉他沈清影回府了，近日恐怕会有动静。心腹走后不到1个时辰，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兵刃相撞的声音。我推开窗，一把明晃晃的剑刃直劈过来，茯苓立刻挡在我身前，腰间软剑出鞘，将那把剑挑开。霎时间，7、8个黑衣刺客涌了进来，和我的暗卫打在了一起。这些暗卫是夫君临死前留给我的，个个身手高强，没过多久就解决了所有刺客。看着廊下横七竖八的尸体，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朝着后院跑去。沈清影做事向来斩草除根，他能派人杀我，就绝不会放过运珠。我冲进运珠的院子，里面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动静。运珠听见声音，从床上坐起来，脸上还带着刚醒的茫然。我松了一口气，走到床边坐下，拉住他的手：没事儿，娘来看看你。可下一秒，运珠的眸子陡然瞪大，他猛地扑过来，将我从床上推了下去。扑哧，刀刃刺破皮肉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惊惶回头，只见一把长剑从背后穿透了运珠的肩头，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衫。茯苓反应极快，一剑刺死了那个藏在床底的刺客。剑拔出来的刹那，运珠身子一僵，嘴角溢出一缕鲜血，软软地倒在了我怀里。阿珠，我抱着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死死捂住他的伤口，可鲜血还是从指缝里不断涌出来。他看着我，气若游丝地喊了一声：娘在这儿，不怕，府医马上就来了。府医提着药箱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手忙脚乱地替运珠包扎，直到他说伤势稳住了，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隔着帘子，外面跪着茯苓刚抓来的沈清影。娘，您没事吧？女儿担心了一路。运珠若有3长2短，你就给她陪葬。娘，我才是你的女儿啊！你是不是被那个贱人迷了心窍？他不过是个捡来的野种，我为什么要给他陪葬？我扬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用足了力道，他整个人被打得歪向一侧，额头重重磕在地上。你才是贱人！云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沈清影僵住了，她慢慢抬起头，脸上的楚楚可怜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狠毒。她突然笑了一声：那你还不算太蠢，可惜我真后悔没能早点掐死你那个宝贝女儿。我上前一把掐住她的下颌。当初是阿朱把你从乱葬岗边救回来，一路背回将军府，他求我留下你，还为你取名云心，说意为云中之月心，清辉自照，不染尘埃。可你呢？我甩开他，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沈清影，你罪不可赦！暗卫应声上前，拖着尖叫的沈清影走了。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转身回到里间，
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运珠，眼泪又一次落了下来。运珠昏睡了整整3日，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床边。第3日夜里，她终于醒了过来，看着我，虚弱地笑了笑。我握住她的手，哽咽道。她反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娘，我不怪你，你能认出我，我好开心。”我再也忍不住，俯身抱住她，将这些年的愧疚和思念都融进了这个拥抱里。第2天一早，太子就亲自登门了，他带了近100名禁军，堵在了将军府门口，气势汹汹的要我交出沈清影。我将他请到正堂，端坐在主位上，淡淡道：“殿下说笑了。”太子脸色阴沉，他昨日说回府省亲，至今未归。府上门房说，他进了将军府后就再也没出来过。沈夫人，你这是要私藏东宫的人？我站起身，看着他冷声道：“殿下今日是以什么身份审我？既不持刑部文书，又不请宗人府会审，只带着100名禁军堵我府门，这是审我还是抄家？”太子脸色一变，我扬声道：“福陵，取我的朝服、诰命金册，还有先帝御赐的金鞭来。”太子的脸色瞬间煞白。福临很快就将东西取了来，我拿起那柄紫檀为柄、犀牛金为身的金鞭，沉声道：“这条鞭子是先帝感念我夫君战死沙场，特赐我约束权贵之物，上打昏君，下打佞臣，我守寡17年，从未用过一次。可今日殿下带着禁军堵我功臣府邸，审我先帝亲封的1品诰命。”我往前走了一步，太子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殿下若敢踏进我将军府内宅一步，我便以此鞭抽你，抽完你，我便吊死在先帝皇陵。楚军逼死功臣遗孀，这天下人该如何看你？太子死死盯着我，胸膛剧烈起伏，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若是真的闹到那一步，他这个储君的位置恐怕就坐不稳了。最终他冷哼一声，拂袖而去。第2天，东宫就传出了消息，说沈清影出城礼佛时不慎坠入湍流，尸骨无存。我听完福临的禀报，没有说话，转身去了后院的地牢。地牢里阴暗潮湿，只有一盏壁灯发出微弱的光。沈清影被铁链锁在角落的草堆里，听见脚步声，猛地抬起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只充满怨毒的眼睛。我走到他跟前蹲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清影，太子不要你了，他对外说你死了。”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拼命挣扎着：“你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偷走了阿朱的人生，那这辈子我就让你亲眼看着阿朱是怎么一步步走上你做梦都想要的位置。”从地牢出来后，四皇子萧恒趁着夜色来了将军府。他从袖中取出一个乌木匣，放在案上。太子与沈聪颖往来的密信都在这里，还有他今年探墨军饷、私铸兵器的账目。我打开匣子，一封一封地翻看，里面详细记录了太子如何与沈清影勾结，调换我的女儿，又是如何一步步谋划夺取虎符的。父皇寿宴那日，得靠夫人将这些呈到御前。萧恒看着我，只是沈清影在你膝下15年，满朝皆知她是将军府的女儿，这些证据呈上去，太子固然会倒，但将军府也会被牵连。我合上匣子，拢进袖中。我夫君一生忠勇，为国捐躯，我若为了保全身家，放过害他女儿的仇人，将来有何面目见他？好，3日后寿宴，我会派人来接你入宫。3日后，皇上万寿。太和殿内灯火通明，百官命妇按品列坐。我坐在命妇洗手，身边牵着运珠的手。我低声问她怕不怕，运珠摇了摇头，轻轻反握住我的手。寿宴过半，皇上吩咐开席时，我站起身，走到大殿中央跪下，高举着那个乌木匣。臣父周氏有密奏呈于御前，臣父要状告太子偷换我亲生女儿，贪墨军饷，私铸兵器之罪。大殿瞬间一片死寂，连丝竹声都停了。太子猛地站起身，脸色惨白。皇上看了我一眼，吩咐掌事太监将木匣呈上去。皇帝一封一封地翻阅着里面的信件和账目，脸色越来越沉。突然，他将一摞信纸狠狠拍在御案上，怒喝一声。太子吓得连忙跪在殿中。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贪墨军饷，私铸兵器！父皇，儿臣是储君，可您从未给过儿臣任何实权，儿臣不自己想办法，难道要等您100年之后两手空空登基吗？放肆！传旨，废太子萧晨，幽禁北院，无朕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禁军立刻上前，架起太子拖了出去。太子的哭喊和求饶声渐渐远去，满殿无人敢言。皇帝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沉声道：“周氏，你将军府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是臣父教女无方，祸乱宫禁，欺君罔上，臣父愿领罚。”运珠也走到我身边，跟着跪了下来。皇帝沉默了许久，叹了口气：“罢了，镇国大将军一生忠勇，为国捐躯，不该身后蒙尘。你们退下吧。”我叩首谢恩，拉着运珠回到了席间。我知道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了。回到将军府后，我带着运珠去了祠堂。我点燃长明灯。阿珠，
来见过你父亲。运珠走到夫君的牌位前，缓缓跪下，叩了3个头，轻声道：“长明灯的火苗静静跳动着。”爹爹，我回来了。我站在他身边，望着牌位，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第二天，圣旨就到了将军府，四皇子萧恒被册立为皇太子，择日行册封大典。紧接着，第2道圣旨也来了，赐婚镇国大将军遗女沈运珠为皇太子妃，则即日完婚。宣旨太监念完圣旨，运珠伏在地上，脊背僵住了，攥着衣角的指节泛白。我接过圣旨，叩首谢恩。萧恒走了进来，他身着玄色锦袍，腰束玉带，走到运珠跟前，对他伸出了手。运珠猛地往后退了半步。娘，我只是……我握住他的手，柔声道：“阿珠，你是镇国大将军与一品诰命夫人的独女，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嫡出小姐，你比任何人都更值得这个太子妃之位，不要怕。”运珠怔怔地看着我，泪珠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最终，他转过身，将手轻轻放在了萧恒的手上。大婚那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将军府朱门大敞，府内府外披红挂彩，迎亲的仪仗从府门一直排到长街尽头，京中万人空巷，都来争看储君迎娶正妃的盛典。我让人把沈清影从地牢里抬了出来，装在一个大瓮里，放在后院角门的廊柱阴影下。这个位置很好，能看清府门内外的一切，却不会被任何人发现。运珠穿着绣着金凤的太子妃礼服，由福临搀扶着，从正堂缓缓走出。萧恒策马而至，他下了马，走到运珠面前，伸出手，运珠将手放进他掌心，踏上了那声缀满金络的凤辇，一丈起行，缓缓向皇宫走去。满城百姓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我站在府门内，望着凤辇渐渐消失在巷口，转过头看向那个大瓮。我收回视线，唇角轻轻弯起。我的女儿本该如此。